石花，我好冷，你能抱抱我吗？区区心魔，安敢坏我道心，找死！石花，你忘了我们的夫妻情谊了吗？当年你走火入魔，我舍身救你，却被你亲手杀掉。如今我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还要再杀我一次吗？你还是心软了，陪我一起死吧！万载苦修，却还是走不出去。流言，我好想再见你一面。泼上油，把他给我一把火烧了。是。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二皇子，你已经得到太子之位了，现在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？你们可是亲兄弟啊！他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还敢和我争夺太子之位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你说什么？这件事要是让陛下知道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本宫现在是储君，父皇会为了他一个废物降罪于我？你混账！哟，这小胳膊倒是蛮有劲的嘛，本宫喜欢。放开我！这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嘛？我可是大皇子的王妃，你的婚嫂。好吃不过轿子，好闻不过臊子。这么多年来，大哥都没捧过你一下，他死后就由我来捧爱你吧。你无耻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你越挣扎，我越喜欢。你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？老子就是天，在这世上，还没人能审判得了我。还真有天谴。他刚才是不是动了？此人是谁？为何相貌和我一样？难不成是上天要我重生在他的身上？大皇子无才无德，调戏母妃，以下犯上，即刻起罢黜太子之位，发配凉州。无诏不得入京。一个废物玩意儿，拿什么跟我争储君之位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引你去父皇皇妃寝宫，都是我一手策划好的。现在你的太子之位是我的了。另外，建国大军随时都有可能挥师南下，去了凉州那边边陲之地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你是谁？本座乃是渡劫失败，即将重生到你身上的仙者。不过，你身上的怨念很重，意念迟迟不肯离去。说出你的遗愿，本座可以替你完成。我要你为我复仇，杀尽陷害我的人，然后重夺太子之位，造福万民。好，但作为条件，你的身体，包括你的一切，也全都属于我。你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凡人身体真羸弱，不过好在法术还在。柳岩，你还活着太好了。你是人是鬼？装神弄鬼，吓本宫一跳。原来你个废物还没死。二皇子，先前你不仅设计陷害我，夺了我的太子之位，还对我下毒，刚刚更是当着我的面想要侵犯我的王妃。这三笔账加在一起，你想怎么死？装神弄鬼吓唬谁呢？现在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废太子，一个路边的狗都可以踩两脚的废物。而我当今储君，杀你如同踩死一只蝼蚁。既然你还活着，那我就再让你死一次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杀了！杀！只死活的东西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可都是军中精锐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什么狗屁精锐！
过是一帮土鸡瓦狗罢了。大皇子别冲动，这次又奉皇命，和我十国第一女将军纳兰雪来边关击退大剑敌军。若是伤了他，我们都会死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听见了没有？连你的王妃都比你识时务。现在，本宫叫你立刻跪下，给本宫磕头认错，顺便让你这王妃陪本宫睡几晚。兴许本宫高兴了，还能饶你一命。不然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杀我！我乃当朝储君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凡我少一根头发丝，你这废太子，全府的人都要跟我陪葬。是吗？你不是说要杀我吗？有本事动我一下试试！你疯了吗？他可是储君。始皇，你想干嘛？别乱来！我可是储君，储君，父皇钦点的储君。储君又如何？杀害兄长，羞辱王妃，目无王法，按律当斩。龙有逆鳞，处置其死，敢威胁言儿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大皇子，你闯下大祸了！要是被别人知道当朝储君死在这里，我们都得死。那要是毁尸灭迹，死无对证。没想到重活一世，你依旧是我的妻子。看来连老天都想让我弥补遗愿。大皇子，你竟然会施展妖术？什么妖术？都是一些雕虫小技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你倒是比我记忆中的又胖了一些。这都快火烧眉毛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想那事？二皇子身死，待会儿纳兰将军过来要人，咱们可怎么交代啊？纳兰将军就是纳兰雪，她是我十国第一女将军，武功高超，无人能及。此次便是奉皇命来凉州预防大建工程，若是让他得知您不仅杀了二皇子，还将其挫骨扬灰，肯定会一剑杀了您的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纳兰雪将军和羽将军带着大批人马包围了府宅，说是二皇子迟迟未归，要向您要个说法。说法？放任二皇子欺辱我还想问他要个说法呢。大皇子，你快跑吧！这件事妾身一人给您担着。我既被发配凉州，这里就是我的地盘，他算得了什么？况且我已经失去过一次。纳兰雪将军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围剿本王的王府，这可是大不敬。你就不怕我去陛下那里参你一本？屁的大不敬！你一个被贬边关的废太子，装什么装？我们没让你跪迎纳兰雪将军就不错了，还敢在这儿摆谱？我看你是找死！时荒，昨日有人看见二皇子进了你的府上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。说，你把二皇子怎么了？二皇子？什么二皇子？昨天我一直在家，怎么没见他来过？王妃，昨天你看过二皇子吗？没有。少特么给我装蒜！今天你要是不把二皇子交出来，我踏平你这王府！于将军，你用不着威胁我。二皇子在哪儿？我确实不知道。时荒，二皇子乃是当世储君，他若是出了一丁点差池，你整个王府都要给他陪葬。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二皇子，别逼我出手。纳兰雪，没想到你作为我十国第一女将军，竟然如此蛮不讲理！蛮不讲理！纳兰将军3岁射箭，5岁骑马，13岁便从军立下不世之功，如今刚满18就军功赫赫，更是被陛下亲自册封为我十国第一女将军。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调戏王妃、被贬边关的废太子，有什么资格和纳兰将军平起平坐？时荒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最好别让我再重复一遍。没有就是没有，不信你们可以搜啊！你们但凡能在我府上搜出他的一根头发，我时荒任凭你们发落。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来人呐，给我进屋搜，不能放过一条蛛丝马迹。我看你还打算
嘴硬到什么时候？石荒，胆敢囚禁当朝储君，你死定了！启禀将军，各房都已搜遍，没有任何发现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昨日二皇子明明去了这里，一定是你把二皇子藏起来了！快说，他人在哪儿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难不成你要屈打成招？你找死！不必和他胡搅蛮缠，幸好我这次来将君子石也一并带来了。来人，请君子石。石荒，既然你说自己不知道二皇子的下落，那你敢不敢在君子石面前一试？这是君子石，乃是我石国至宝，是陛下亲自赠予纳兰将军的。君子石面前，一切谎言都会被识穿。哼，这次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？君子石，大皇子，这君子石据说有破望明星之效，若是在君子石面前撒谎，君子石便会放出红光；若为真话，放出的便是绿光。这么神奇？那若是我有办法将这件事情彻底遗忘，那也没用。其实你将杀害二皇子的事彻底从记忆中抹掉，他依旧能够识破你有没有撒谎。这下咱们死定了。知道怕了吧？哪怕你再伶牙俐齿，在君子石面前都没用。识相的，就老老实实将二皇子交出来，不然等会儿被君子石测出来说谎，就休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。石荒，你也莫要妄图逃跑。我的实力你很清楚，在我面前无人可以逃脱。大皇子，现在怎么办？纳兰雪，本王看起来有那么傻吗？这君子石是你拿出来的，我说的话是真是假，不都你说了算。我看你就是想诚心陷害本王。测不测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慢着，我可以配合你，不过我要他先测上一测，看看你这君子石是否像你说的这般神奇。好。云将军，昨日有人害我，这件事你是否知晓，又是否有关？不知道，这跟我一点没关系。行了，我信你这君子石是真的。羽将军明显是在说谎，你确定不多问几句？不需要了，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。但有个条件，倘若我测出来没问题，你就得对你屡次对我不敬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代价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嫁我，做妾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妄图让我石国第一女将军给你做妾？我看你是找死！石荒，你要搞清楚一件事，我是在命令你，不是在和你谈条件。纳兰大人，我看不必和他废话，直接把他手按在这君子石上，一问便知。上！哼，找死！石荒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再不济也是皇室子弟，对我动手，你们还不够格。谁若胆敢再上前一步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狂妄！有意思，敢威胁我纳兰雪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若是这君子石验出你撒谎，我要你的命！纳兰大人，不能答应他呀，他就是一个废物太子。住口！他哪怕被废，也是皇室子弟，不是你我能轻易拿捏的。再厉害又能怎样？还不是我石家的一条狗。要是敢咬主人，就得做好被炖了的准备。真的要测吗？那可是君子石，况且二皇子已经被您挫骨扬灰了。嘘，仙人自有妙计。石荒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这么着急干嘛？难不成是急着嫁我做妾？小子，我立刻就将无华分尸，碎尸万段。现在你就是再能说会道都没用。说是二皇子下落与你有关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完了完了，二皇子就是被大皇子挫骨扬灰的，这下是死定了。操！
苍天在上，浩土在下。我石荒对天发誓，若是隐瞒了半点关于二皇子的下落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君子石发红光，废太子，你敢说谎？石荒，老实交代，二皇子到底在哪儿？别急着动手啊，你且看君子石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君子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？难不成这君子石出问题了？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？我想让它变成什么颜色，它就能变成什么颜色。纳兰雪将军，这可怎么办？好，今天算你逃过一劫，我盯上你，日后别让我抓到你的马脚。纳兰大人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二皇子下落明显跟他有关系，我这就抓了你上刑，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这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黑云压城，地动山摇，这是大军压境的征兆。报！建国公主秦木阁率领20万大军兵临城下，外敌当前，姑且放你一马。我们走。2万守军挡我20万大军，开城投降，否则屠城。我纳兰雪征战半生，20万大军弹指可破。女流之辈，城破之日，我定将你送与我帐下儿郎当玩物。石荒，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皇子来前线凑什么热闹？还不赶紧回去！我身为十国皇子，父皇亲自册封的凉州王，守护着凉州城是我的职责，岂有临阵脱逃之理？你就是十国那个不学无术的大皇子，长相倒是挺不错的嘛。这样吧，本公主给你们一个选择，将他送与本公主当男奴，再献上这凉州城，本公主就留你们一条狗命，如何？我十国儿女皆为豪杰，岂有贪生怕死之辈？更何况我十国疆土皆为先辈浴血奋战而来，纵司马勒果实也寸土不让，这便是我十国儿郎的风骨。这大皇子刚不是还油腔滑调的吗？现在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好一个风骨！那我今日便打碎你们十国人的脊梁，看看你们的骨头是不是跟你说的那么硬。请国师。这是我建国国师无上道人，今日你们若是谁能赢得了他，本公主立刻带兵撤退，绝不再犯。倘若你们无人能敌，那城破之日，鸡犬不留。我乃建国国师无上道人，你们这些蝼蚁不如的凡人，见拜献师还不速速跪拜！什么无上道人，什么狗屁军师啊！我看只不过是江湖术士，会一点小把戏，就在这里唬人罢了。纳兰大人，末将请求出战，取他首级。羽将军可是我十国第一勇士，征战沙场从无败绩，由你出战，定能取胜。羽将军危险！这无上道人虽只是练气气修武，但已经踏入修仙门槛，绝不是普通武者能够战胜。石荒，羽将军可是天生神力，一手刀法出神入化，就连我当时制服他时，都已经费了大半的力气。而你一个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这评头论足，胡说八道？纳兰将军，大皇子只是担心羽将军的安全，一时口快说错了话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他不行，他就是不行。羽将军必被这无上道人斩于马下。像你这样的废物也敢质疑我？等本将军弄死这个狗屁的国师，在他生时里，结果主辈受死吧！只无谓的保你罢了。废物玩意儿，就这还敢号称十国第一勇士？我大剑的一条狗都比他强！我看你们十国皆是软弱无能之辈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羽将军可是我十国第一勇士。废物，都是因为你！要不是你扰乱我的心神，我岂会输给建国那什么狗屁国师？明明是你自己实力不济，技不如人，怎么好意思砸怪到我头上呢？十国败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何要诋毁我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建国派来的奸细，特地来扰乱军心的，是不是？够了！大敌当前，当团结一心。羽将军既然败了，看来只能我亲自出手。慢着，羽将军不行，你更不行。现在只有我出手，才能胜过那无上道人。大言不惭！石荒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有我纳兰雪在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废太子上阵。你不添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们还打不打了？不打就乖乖开城投降，把大皇子献给我做男奴。休要猖狂！今日就让我纳兰雪看看你这建国过失有几斤几两。
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不可能，我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下！难不成这世上真有仙人？完了完了！传说仙人一击堪比千军万马，今天我石国怕是输定了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！就这还敢妄称石国第一女将军？我看啊，就比我建国的狗强了那么丁点。女王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生的也是俊俏，就这样死了也是蛮可惜。不如这样，我做下朕缺一个捧剑童子，你就过来给我捧剑好了。放肆！区区炼气期仙，竟如此嚣张！真在我石国无人了吗？为什么连纳兰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？你在叫嚣什么？你想激怒无上道人，让整个凉州的百姓为你陪葬吗？那是你们太弱了。就这种垃圾，我弹指可破。石荒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退回去！大皇子，你不要冲动啊！真可笑，一个连武功都不会的废物，竟妄图挑战仙师，真是不自量，自寻死路。待会儿我就把你抓来做男奴。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！进来！我以剑帝石荒之名，天下万县人臣定号令。皇皇子殿下竟然能够号令万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石荒，可是侮辱如此侮辱！啥？难不成他真的能击败无上道人？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蝼蚁不如的凡人，怎么可能操纵万剑？一定是障眼法，在这里吓唬人罢了。治国歪道，去死！这怎么可能？无上道人可是我朝国师高高在上的先者，怎么会败给你一介凡人？石荒真的可以打败仙者？我不敢信呐！我乃石国大皇子石荒，陛下亲封凉州王，坐镇这凉州边陲之地。敢犯我石国边境，虽远必诛。我看尔等谁还敢上前半步？不好，这废太子石荒实力竟如此强悍，连我朝国师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如今之计只能发师回朝了。石荒，你别得意，这次算你走一遭。全军撤退！放肆！凉州城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石荒，你找死！真当本公主好欺负的吗？放开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连赏我石荒2员大将，本王心里属实不属？当然要从你身上找点利息。放肆！本公主千金之躯，岂是你个石国的废太子能亵渎的？识相的赶紧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，不然我定将你碎尸万段！你贵为一国公主，不好好在你的皇宫别院里待着，出来御驾亲征，那你就要做好被俘虏的准备。滚开！本公主现在命令你赶紧给我滚下去，不然等我父皇知道了，一定派出千军万马踏平你这凉州城，到时候我和你凉州城的百姓都得死！你敢威胁？大皇子果然还是满脑子都是女人的废物啊！真是丢尽了我们石国的面子。本想着他有所改变，没想到在两军面前竟如此荒唐。威胁你又怎么样？你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？
今日我不仅动你，还要把你押回我的府上，做同房丫鬟。你说什么？石荒，你敢如此羞辱本公主，还敢大言不惭让我当你的同房丫鬟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来人呢，将这个该死的浪荡子给我杀了！快！一个低等的夏国皇子，快放开我家公主！杀！狂妄！一群不自量力的废物，也敢妄图挑战本王的威严！谁给你们的勇气？建国的公主又如何？今天我府上这同房丫鬟，她当定了。石荒，你生气了？难道你忘了刚才你们这什么狗屁无上道人是怎么死的了？来人呐，将齐木哥押回我府上去做同房丫鬟。石荒，你给我等着！要是我父王知道你敢强留我，定将你五马分尸，碎尸万段！首战即决战，恭喜大皇子殿下旗开得胜，保护了这凉州城军民的安危。区区建国大军，本王弹指可破。放屁！要不是我和纳兰将军在前2场比试耗费了无上道人大部分实力，就凭你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还想取胜？我呸！痴心妄想，白日做梦！石荒已经将建国公主齐木格强行掳回府上当同房丫鬟，你这是想逼得建国与我石国不死不休吗？不死不休什么？你真当本王精虫上身啊？本王将秦木哥强行押回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做人质。你们建国若是想赎回，就拿金银财宝来换。倒是你情绪这么大，怎么吃醋了？吃醋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真以为自己打了一场胜仗，击退了建国大军，就能俘获我纳兰雪的芳心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还不够格。大皇子殿下，您将齐木格收为同房丫鬟，真的是为了石国着想，没有私心吗？哟，我的小美人也吃醋了。走吧，让本王好好补偿补偿你。大皇子殿下，你放我下来，这么多人呢！莫非大人，您这招一石二鸟真是太厉害了！知道大皇子和二皇子有仇，故意让他们俩斗得鱼死网破，结果大皇子太子之位被废贬去凉州，现在这太子之位终于轮到我了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叶儿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本想借着这次建国大军攻城，一举将二皇子和石荒铲除，没想到他不但没死，还击杀了建国第一国师无上道人，立下大功。石荒这个废物怎么可能立下大功？我看他呀，分明就是谎报军情。不管是真是假，这击退建国大军都是大功一件。如今石荒成了你登上太子之位最大的阻碍，只有杀了他，你才能登上太子之位。赶紧召集些杀手，配合凉州节度使沈莲，将大皇子碎尸万段。孩儿明白。哼！殿下，您大败建国大军，击杀无上道人，俘虏齐木格的消息已经传回了上京。臣妾探听到了一些风声，说是陛下不日便会召你回京。只是臣妾觉得，此次的回京之路，怕是没有那么简单。如今二皇子已死，而本王又立下如此大的战功，我看还有谁敢阻拦本王进京面圣？殿下，您忘了三皇子了吗？他实力强悍，不仅朝中党羽众多，更是有皇贵妃撑腰。上次您就是栽到了皇贵妃的手中，才被贬到这凉州边陲之地的。大皇子殿下，凉州刺史沈莲派管家求见。在本王即将进京面圣的这个时候来见我，看来是必有所图了。走，去会会他。刘管事，本王的时间很宝贵，有话就直说，来找本王什么事儿？大皇子殿下，今晚是沈大人40大寿的日子，命我前来邀你去府上参加寿宴，同时恭贺您大败建国大军，扬我国威。这是请柬，请您收下。行，我会考虑考虑的。大皇子殿下，
您先前被贬初到凉州时，这个沈炼一直处处刁难您，后来更是联合二皇子差点要了您的命。您现在为何要答应他来参加这场盛宴？我听说这个沈炼有个义女叫何夏瑶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这个长得吧也是如花似玉。我这一去，当然是要去探一探她的芳容。大皇子殿下，你好了，到你的。我何尝不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只是这沈炼是三皇子提拔的，先前他要与二皇子联合起来下毒毒害我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跷，我要去一探究竟。凉州王，您可算来了，沈大人已经候您多时了，请吧。瑶儿，刚刚接到三皇子通知，要在大皇子回京灭圣之前除掉他，以绝后患。义父，这大皇子今天大破建国20万大军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老夫早已想好，今晚为父假借寿宴之名，将赵宰相的儿子赵傲天以及大皇子石荒邀到府上一聚，届时在宴会上驱虎吞狼，兵不血刃除掉大皇子。义父这个想法确实很好，倘若赵傲天失败，那瑶儿就屈身是贼，亲自解决掉大皇子石荒。大皇子，请。沈大人，本公子今天屈尊降贵的来给你祝寿，那是给你面子，给你就得担着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赵公子误会了，今晚在座的宾客都是我沈某人的贵客，这2位是老夫特地请来的。什么狗屁！在我看来，不过就是一个满脸寒酸、浑身酸臭味的臭乞丐。识相的赶紧滚开，别在这儿扰了小爷的兴致，否则要你好看。这废物啊，就爱狗叫。说谁呢你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不知道我爹是谁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腻歪了你！赵公子可是当今宰相赵尔和的独子，像你这种蝼蚁都不如的废物，竟敢在他的面前叫嚣，简直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赵二和的儿子，宰相之子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？目中无人怎么了？别说是在这边陲之地凉州城，就是放眼整个十国，小爷我也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来人呐，将这臭乞丐赶出去，别在这里碍我的眼。哎呀，赵公子息怒，这位可是当今圣上的大皇子石荒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，石荒，就是那个因调戏皇妃而被陛下贬入这边陲之地凉州城的废太子石荒。那这么说，更应该被赶出去了。这么一个猪狗都不如的家伙，根本就不配坐在这儿。猪狗不如的是你才对吧？竟敢打我！我可是丞相之子。打你又如何？丞相之子，我太子之位虽然被废，但我依旧是这凉州城的王。你竟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你是活腻歪了。你石公子、赵公子，二位可都是贵人，打起来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？今晚是小女义父沈炼的寿宴，不如就让小女为二位抚琴一首，算作赔不是了，如何？沈大人的义女何夏瑶可是我的婚妻，看在她的面子上，你这一巴掌我暂且记下，不给我等着！十面埋伏，果真是场鸿门宴。不愧是沈大人收养的义女，琴艺竟如此了得。是啊，能听到如此琴声，我等真是三生有幸啊！那是自然，这何姑娘可是本公子的未婚妻，她的琴艺自然无人能敌。瑶儿，快出来见见今晚的贵客。是义父。何姑然不愧是号称凉州城第一美女。可惜沈大人早就答应将何夏瑶许配给赵公子。赵公子可真是艳福不浅呐。那是自然，我跟瑶儿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瑶儿这样的奇女子，她的夫婿也须是顶天立地的真男人才行。赵公子说的对。来，瑶儿，好久不见，坐我边上。
我和夏瑶的男人应该是顶天立地的真男人。大皇子凭一剑破20万建国大军，那真是气宇轩昂。我这辈子非你不嫁。你做什么？快松手！何夏瑶是我的未婚妻，不要忘了你的身份。赵公子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瑶儿的如意郎君不就在这儿吗？诸位，本官先晚宣布一件大事：大皇子击退建国20万大军有功，本节度使准备将小女许配给大皇子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知道啊。什么？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先前可是说好的要将何姑娘许配给我，如今怎么变卦了？这个嘛，赵公子，良禽择木而起，良辰择主之事。义父不过是为奴家选一个如意郎君罢了，又何错之有呢？况且，像大皇子这样优秀的男人，奴家可是垂青已久。好一个如意郎君，他一介废太子，配吗？赵公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这大皇子击退建国大军之事，早已传遍了凉州城。现在，谁人见到大皇子不是称赞一下呀？本官将义女许配给他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罢了。哼，那还不是因为本公子今天不在场？若是有本公子在，怎么会轮得着他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臭乞丐？连上战场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击退建国大军了。是吗？那本王也照样比你强。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你也去卷一个喽试试。要是不呢，就别在这里无能狂吠，免得让人笑话。你巧言令色，像你这样没有一点真本事的废物，根本就配不上瑶儿。能配上瑶儿的只有我赵傲天。石皇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你决斗，亲手捏死你这个废物！赵傲天，看来是刚才那一巴掌你还没挨够。既如此，那本王也不惯着你，再多扇你几掌也无妨。狂妄！你个不知死活的废太子，今天你死定了！要死的应该是你才对。石荒，弄死你这样的废物！大皇子殿下，这场比试赵傲天肯定有所准备，完全就是以命相搏。咱们还是算了吧。姐姐说什么呢？大皇子神威无敌，岂会怕一个小小赵傲天？无妨，像这样的废物，我一只手就能灭掉。赵傲天，你除了会狗叫还会干，今天别说是3招了。狂妄至极！石荒，杀你本公子都不用剑，一把折扇足矣。废话真多，有什么招式就赶紧使出来吧，本王赶时间。大皇子死定了，这赵傲天可是独孤求败亲传弟子，那说是用一把折扇，那把是轻易将大老子捏死。这个大皇子也真是不知天后自寻路，得罪谁不是非要大战无上道天？你还真以为是大战无上人？哼，等着他去捡漏呢。这下他死定了。大皇子殿下如此仓促应战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赵傲天的对手。赵傲天，你就这么点本事，还真是一条废狗，让本王失望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是可能，我会是在做梦吧？大皇子不仅躲过了赵傲天的致命一击，还顺便反击了回去。一定是赵公子在放水，要不然以赵公子的实力，怎么可能连一个废太子石荒的对手都不是？大皇子殿下果然没让人失望。赵公子刚才还夸下海口，要给大皇子立碑呢，如今这第一招怎么就蔫了？毕竟奴家看的男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轻易取胜。赵公子，我与你父亲这儿也算是熟识道。权当儿戏，本官不外传，你看如何？石荒，你别得意，刚才只是本公子一时大意，露了破绽。
可乘之机。不过接下来这第二招，你就是大罗金仙转世，也必死无疑。快看，赵公子正在运转内力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独孤求败的独门绝技呀！没想到，竟然真的传给了赵公子。这独孤剑法，修炼了高深之处。据说赵公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义父，这下石荒他死定了。老夫不过略施小计。年轻人就是气盛。石荒，这可是独孤求败亲传的独门绝技独孤剑法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你废话真多，有本事就尽管过来吧。谁给谁立碑还不一定。石荒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去死吧！吹得这么牛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。就这，你怎么会这么强？闹是我眼花了吗？赵公子孤独剑法竟还没身，就被大皇子击败了。哼，肯定是赵公子留手了，没有使出全力，再加上大皇子偷袭不讲武德，所以才侥幸胜了赵公子一招半式。好险，大皇子竟然真的赢了！大皇子果然厉害。怎么会这样？赵傲天竟会如此不济。现在怎么办？难不成就让石荒这么赢了吗？赵公子，既然你不敌大皇子，那就不要硬撑着了。一女瑶儿，本官就做主，许配给大皇子了。谁说老子不行的？这可是家师独孤求败亲自炼制的极品丹药抽髓丸，服下后不仅可以恢复伤势，可以让我短时间内实力倍增。我本来是不想在这里拿出来用的，都是你这个废物逼我的。石荒，你去死吧！赵傲天吞噬了丹药，现在实力暴涨。大皇子殿下心，执意找死，本王成全你。赵傲天，你因为一个女人丢了性命，可真是够蠢的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这个赵傲天还真是一个废物。当真是老夫失算，没想到大皇子竟真有些实力。不过还好，老夫早有应对。瑶儿，现在只能委屈你亲自上了。殿下，这个赵傲天背后是不容小觑，又是宰相之子，你杀了他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无妨，我自有应对。诸位刚才也都看到了，这赵傲天目无王法，当众刺杀本王，本王也是出于不耐将其反杀的，对不对？不错，大为民除害，本官就是见证。沈大人言之有理。是啊，这个赵傲天欺男霸女，残害百姓，如今又敢刺杀大皇子，死有余辜。大皇子，既然赵傲天已死，本官愿意以黄金10000两、良田1000顷做嫁妆，将义女何夏瑶许配给您，如何？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0顷，节度使还真是大方啊！那本王就却之不恭了。好你个却之不恭！这何夏瑶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敌在暗，我在明，现在他们既然主动现身设计陷害我，那本王就顺水推舟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赵管事，你速速傲天被杀的消息传给赵丞相。赵丞相独揽大权，赵傲天更是其赵丞相独子。若是赵丞相得知你杀了赵傲天，哪怕你是大皇子，也保不住你。我这就将小女送到大皇子府上成婚，如何？何夏瑶，本王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招。大皇子殿下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新婚之夜还不赶紧来陪陪瑶儿？在门口杵着干嘛？难不成怕瑶儿失了你吗？
何姑娘说笑了，俗话说得好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若是真能死在何姑娘的石榴裙底下，本王也算是没白活这一遭。大皇子殿下不仅武艺高超，人长得俊俏，这话说的也是这么的甜，真讨人喜欢呢。来，快坐下吧，让瑶儿今晚好好服侍服侍你。殿下，怎么还傻坐着啊？快来掀盖头啊！大皇子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你怎么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呢？是瑶儿不美吗？还是说比不上柳岩姐姐？何下瑶，既然你这么主动，本王若再不付出行动的话，岂不真成大圣人了？真香啊！等一下，大皇子，怎么？奴家有一幅价值千金的宝贝献给殿下。有了这宝贝，殿下方可重回上京，再夺太子之位。一幅画而已，当本王是3岁小孩呢？殿下，你可别小瞧这幅画，这可不是一幅普通的画，而是失传已久的江山社稷图。此画乃是由大家张择端所画，画风栩栩如生，巧夺天工。听说陛下正在到处寻找此图，若是大皇子能将此画献给陛下，想必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届时，你的太子之位不就有了希望了吗？设计图，快给本王看看。殿下，您画有很多细节，需要离得近些，才能看得清楚。好啊。废太子，我杀了你！何下瑶，本王早就猜出你有问题，没想到你竟真有胆杀我！快说，你的同僚还是谁？是不是沈莲指使你来的？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。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还不是本王的对手？你今晚你就给本王交代在这儿吧。不好了，大皇子殿下，丞相府的宗师级高手赵狂刀来了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来找你索命的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你快跑吧。跑？一个宗师级的高手而已，能有多大能力？他敢来，我就让他有去无回。有去无回？石荒，你是死到临头不自知。这赵狂刀可是与独孤求败齐名，专门为丞相府做一些见不得人事。凡是他盯上，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。何下瑶，你的事情都还没交代清楚，竟有闲心管起本王的死活了。等本王收拾了他，再来收拾你。狂妄至极，希望见到了赵狂刀，你还有这个叫嚣的勇气。今天我要亲眼见证你的死亡。丞相，赵狂刀前来索命。自殿下，府上有侍卫100人，你先走，这里有妍儿顶着。走？你想往哪里走？谁说本王要走了？这里是本王的府宅，本王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还没人能拦得住。反倒是你，不声不响呈现在本王府上，就没考虑过后果吗？后果？就凭你也配谈后果？赵狂刀可是宗师级人物，宗师强者放在整个十国都是凤毛麟角、屈指可数的存在。今晚必须杀害赵傲天的事情付出代价。石荒，你想怎么死？区宗师级人物就敢在王叫嚣，看来你真是活不耐烦了。不错，赵傲天就是本王杀的。像他这样祸害一方的废物，死不足惜，甚至还想再杀一次。大皇子殿下，您就别再激怒赵狂刀了，他可是宗师级强者，动一动脚，凉州城都得抖3抖。狂刀大人，迟则生变，此人诡计多端，您赶紧剁手。本王就站在这儿，像你这种级别的废物，
别说是伤我了，哪怕是动我一根汗毛都不可能！狂妄！这么着急见赵傲天，那本王成全你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可是丞相府的宗师级高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废太子，竟有如此实力！宗师级高手，在本王眼里不过是一介凡人罢了。不过像你这样的蠢货，能死在我王手里，也该知足了。何侠友，人快乖乖束手就擒，不然休怪本王辣手摧花！没想到这个赵狂刀竟如此不成气候，还好我留有后手，提前准备了天字级剑客。白孤城前辈，请您现身降敌。这是什么人？好强的气场，我都有些站不住跟脚了。果然不愧是剑客榜上排名第1的剑客，由他出手，这废太子石荒死定了。气场确实挺强，但你一个练武的和我一个修仙的，找死！我乃天下第1剑客白孤城，此剑乃天毛断发，剑锋只息，净重7斤7两，还从未有人在我的剑下逃脱。今晚你能死在我的手上，也算是3生有幸了。天外有点意思。大皇子小心，石荒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找死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可是天下第1剑客白孤城啊，竟不是你的一合之敌！大皇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没事，就凭他这3脚猫的功夫，即使再练上20年，也绝不是本王的对手。无坚不摧，怎么会轻易毁在你的手上？败了就是败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不甘心呐！何夏瑶，咱们之间的账该算算了吧？何夏瑶，咱们之间的账该算了吧？算账？你有本事抓到我再说。想走？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！你现在是本王的侍妾，快说，究竟是谁指使你来的？否则休怪本王辣手摧花！何夏瑶，我一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了，没想到你竟真是派来刺杀大皇子殿下的！你好大的胆！石荒，今天你若胆敢伤我殷寒母，我义父定不会放过你。识相了就乖乖放我离去，不然后果可不是你一个废太子能承担得起的。放肆！何夏瑶，你刺杀我在前，竟然还敢和我谈后果，看是分不清大小王，找不到南北了。不过刚才听你说的话，十有八九是你义父喊你来刺杀我。既如此，那不行就亲自去你府上会会他。大皇子这会儿估计已经命丧黄泉了吧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放肆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你不知道这里是不能随便进的吗？大人，是心急，这才坏了规矩，请您赎罪。行了，赶紧说事儿吧，老夫还忙着呢。何夏瑶刺杀大皇子失败，现在已经被给大皇子绑到了府上，找您要说法呢。什么？石荒，我奉劝你一句，我义父的背景很深很厚，不是你个废太子能得罪得起的。看来这背后主谋另有其人，今晚我得好好调查清楚了。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你义父沈连眼究竟有多大，竟敢派人行刺本王！哈哈。大皇子，今晚可是您的洞房花烛夜，您怎么有雅致跑到下官的府上来了？莫不是小女有什么服侍不周的地方，让您心中不快，这才绑来见我？沈连，你这义女何夏瑶确实有服侍不周的地方。若不是本王天神下凡，武功盖世，恐怕就死在婚房之中了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竟有人胆敢在您大婚之夜行刺于您？大皇子，你不用担心，老夫这就调集人马，加强王府守卫。沈连，你少在这里给本王装糊涂！这何夏瑶就是你派来刺杀本王的，非
对不对？这……沈莲，你派出的杀手都已经被大皇子殿下击毙，现在说出实情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有夫人，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又是刺客，又是刺杀的。下官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若是下官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们尽管说便是，何必拐弯抹角陷害下官？是啊，当子，我们家大人又送美人，又送钱财给您，您不说一句谢谢的话就算了，为何还要说这些摸不清头脑的话来，陷害他呢？沈莲，你二人少在这里给本王装糊涂了！今晚你若是不给本王一个交代，本王就血洗了你这狗窝！既然如此，那本官也没必要再装了。今晚你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。刘全，属下明白。沈莲，你确定要对本王动手吗？这可是大皇子，陛下的亲儿子，你对他动手，当真是活腻了吗？把你们都杀了，又有谁能知道呢？沈大人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派出的第一剑客都不是本王的对手，这些人又能奈我？我承认你确实有几分实力，连天下第一剑客都能击败。不过这些可都是我培养的死士呢，个个精挑细选，实力堪比武宗强者。他们手上所持武器，也全都是我十国最先进的弩弓。今天，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，是吗？可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？你的义女何夏瑶还在我手上，若你胆敢放箭，她的小命也没了。义父大人，救我！从任务失败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是老夫的一颗弃子了。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。何夏瑶，像这样的人，还值得你为他卖命吗？没想到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却只是你一个弃子。放箭，射死他们！大皇子，小心！唉，无趣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沈莲，乖乖束手就擒吧，本王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平日老夫待你不薄，来断后吧。大皇子，沈莲好像要跑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沈莲，就算你今天插翅也难逃了。说，究竟是谁指使你来的？还有，你先前又为何跟二皇子联合下毒毒害我？没有人指使，这些事都是老夫一人所为，你又能怎样？不说，现在就让你死！你敢！老夫乃是朝廷堂堂正二品，这些事其实都是老夫所为。大爷理应将我送回上京，交由大理寺处理。你个废太子，无权审问老夫，更无权杀我！回答错误。本王给过你机会，奈何你不中用。大皇子殿下，这可是堂堂正二品官员，您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把他给杀了？要是陛下追责下来，这罪名可不轻啊。况且，您还没有问出幕后主使。哼，无妨。此人谋害本王在先，到了上京，本王自会亲自和陛下解释。至于幕后主使，想必何姑娘肯定十分愿意告知。她是沈莲的义女，怎么会轻易告诉我们这些？刚才沈莲下令将我当作弃子，一起射杀之时，我对沈莲的心就已经死了。现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、想了解的，尽管说便是。凡是瑶儿知道的，一定全部奉上，绝不隐瞒。好，那本王问你，今晚是何人指使你父女二人刺杀本王的？还有，这个沈莲明明是三皇子提拔上来的，先前又为何联合二皇子一起毒害本王？要知道，他没理由和二皇子合作才对。回大皇子殿下，指使我二人刺杀你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三皇子和皇贵妃。
而先前沈炼之所以联合二皇子毒害你，也都是他二人指使，为的就是让你和二皇子斗得鱼死网破。皇贵妃、三皇子，你们屡次加害于我，本王这就和你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走，起驾回京。母妃大人，母妃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你可是将来要继承大统之人，可别太令我失望。是，母妃大人，孩儿只一时心急，这才失了礼态。行了，说吧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大皇子回来了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千真万确。现在都已经在皇宫外候着，等着父皇召见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我不是让你派刺客和凉州节度使杀了他吗？为何你还能让他安然回京？母妃大人，孩儿尽力了。谁知道那废太子实力竟如此强横，不仅将派出去的刺客都给杀了，就连凉州节度使沈炼都死在了他的手中。你立即去大殿，然后拿二皇子失踪以及边关战功的事治他的死罪。是母妃大人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言儿见过陛下。大皇子和王妃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免礼平身吧。谢父爽。这就是废太子石荒啊！没想到他调戏皇妃后，竟还有脸回来。废太子此次在边关立下了大功，陛下这才召他回来的。大功？我看啊，指不定是抢谁的呢。大皇子，你可知朕为何准你回京？孩儿不知，请父皇赐教。先前你犯下大错，父皇才将你发配到凉州那垂之地。按理说，你这辈子都再无回京之可能。只是朕听闻你在凉州大败建国大军，击杀无上道人，俘虏建国公主，立下不世之功，这才召你回京。谢父皇抬爱，儿臣身为凉州王，守护凉州城是本分和职责。功过相抵，但你的功实在是大了些，不奖赏实在说不过去。说吧，你想要是什么赏赐？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朕都能答应。谢父皇隆恩，此次父皇能够召儿臣回京面圣，已是千恩万谢了，不敢再奢求其他任何奖赏。若是硬说有的话，那儿臣只求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留在父皇身边，陪着凤凰。这还是原来的那个废太子石荒吗？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不仅能够在边关立下不世之功，竟然能说出如此暖心的话来。皇儿，你在边关这些时日，果然成长了不少，父先中很是宽慰。好，那朕就依你之意。慢着，什么不世之功？父皇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他只不过是一个残害兄弟、目无法纪、抢夺功劳的恶人、骗子。三皇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皇子边关立功，凉州城的百姓都是有目共睹，怎么到了你的嘴中，成了残害兄弟、目害我法纪、抢夺功劳的恶人、骗子？回父皇，他在边关立功不假，可那也是从宇将军和纳兰将军手中捡漏罢了。不然，就凭他一个废太子，怎么可能击退20万建国大军，大败无上道人？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二皇子的失踪就是和他有关。如若儿臣没猜错的话，这会儿二皇子恐怕早就含笑九泉，被他给杀了。什么？皇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朕要你如实回答。没想到本王刚一回京，你就敢主动找茬。那本王也不惯着你。回父皇，二皇子只是在凉州城失踪，至于人是死是活，又去了哪，儿臣并不知情。此事宇将军和纳兰雪将军可以作证。我看你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父皇面前你还敢百般抵赖，当真是胆大。父皇，请您将宇将军和纳兰雪将军召进殿内，当面与石荒对峙。我要当着众人的面
拆穿这个败类的真面目。好吧，那就将羽将军和纳兰雪将军召进殿内，查明此事。等一下，你这是害怕了，知道事情要败露了吧？既如此，还不快如实坦白，不然等一下父皇发威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我不是怕，只是想先让父皇和在场的众人做个战证。今天羽将军和纳兰将军要是能证明我没问题，而你就得为污蔑我的行为跪下来磕头道歉。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想先让父皇以及众臣为我做个证。如果今日纳兰雪将军和羽将军能够证明我是没问题，而你就要为今日污蔑我的行为给我跪下。错，如果二皇子的失踪和你有关系，就等着父皇治罪。羽将军和纳兰将军可是二皇子，现在二皇子在你的地面失踪，做梦都想弄死你。今天你就等着给自己收尸吧。臣纳兰雪，臣羽将军拜见陛下。平身吧！今日召二位将军前来，是想求证一件事。刚才大殿之上，三皇子说二皇子的失踪与大皇子有关，甚至是大皇子杀害了二皇子。此事你二人是否知情，又是否能作证？回陛下，臣可以作证，二皇子的确是在大皇子府附近失踪。什么？二皇子竟然是在大皇子的王府附近失踪？难不成二皇子真被大皇子所害？实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纳兰将军亲口证明，二皇子就在王府附近失踪。你还不快乖乖就地伏法？三皇子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纳兰雪将军只是说二皇子是在我的王府附近失踪，又不是说他的失踪和我有，更不是受害于有什么区别？这满堂之上，谁人不知我二皇子仇不和？他在你王府附近失踪，不是你干的，还能有什么？父皇，此事已经明了，请将石荒交由大理寺查处，还二皇兄一个公道。三皇子说的也是不无道理。大皇子，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辩解的吗？父皇，大皇子此人最善混淆视听，巧言令色，绝不能给他机会开口辩解。来人，将大皇子查出殿外，交由大理寺查处。放肆！这里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你们都给我退下！皇儿，朕想听你说。谢父皇。只是在辩解前，儿臣想问羽将军和纳兰雪将军几个问题。纳兰雪，我问你，你说二皇子是在我的王府附近失踪，你可有凭证？凭证，我就是最好的凭证。那天我派出去的暗探亲眼看见这二皇子在你王府附近失踪，所以这二皇子的下落一定跟你有关系。我甚至怀疑，这二皇子早就遭了你的毒手。可笑，那日可是你和纳兰雪将军亲自在我的府邸搜过，但是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。而你所谓的暗探也是你自己的人，凭什么可以作为证据？我看你分明就是想要陷害本王。你，纳兰雪，你是否敢笃定二皇子的失踪就是和我有关，甚至说是我加害于他？我要你平心而论，不得有半点虚言。这个纳兰雪虽然傲娇霸道，但好歹也是明是非、讲证据之人。我就不信你真会违背初心，联合三皇子在朝堂之上污蔑我。我不敢笃定二皇子的失踪和大皇子有关，也不敢笃定二皇子是被大皇子所害。放肆！纳兰雪，这二皇子的失踪明明就是与大皇子有关，甚至是被大皇子所害，来怎么能配合大皇子，公然欺骗我等？你这可是欺君之罪！三皇子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我纳兰雪做事向来问心无愧，更不会联合大皇子欺瞒陛下。陛下，当日我等已经调查过大皇子的府寨，确实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因此从证据上来看，二皇子的失踪确实和大皇子没有直接关系。父皇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，这分明是大皇子事先和纳兰雪串通好的，你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，交给大理寺严加查办，一定能查个实出的。够了！既然没有证据，就说明大皇子和此事无关。皇儿，你的罪责洗清了。谢父皇。
三皇子，真相已出，你先前污蔑我说我谋害二皇子，现在是不是该跪下跟我道歉了？放肆！我堂堂十国三皇子，跪天跪地跪君王，岂会对你一个废太子屈膝下跪？愿赌服输，先前打的赌，父皇还有众人都可以作证。还是说，三皇子想做一个言而无信、出尔反尔的小人？你好，我跪。对不起，本王听不见。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了父兄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，跟我斗，你还不够格。大皇子，你和王妃一路辛苦了，你带王妃早点下去休息吧。请慢，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要说。这个三皇子又准备作妖了。三皇子，你还有什么事要说？前几日边关击退20万大军，乃是宇将军和纳兰将军的功劳，和他一个废太子根本没有半点关系。请父皇重新审罚，切不可埋没了功臣。不错，陛下，建国大军进犯边关之时，我和纳兰雪将军打了头阵，消耗了无上道人大部分的体力。本来就要取胜之时，大皇子自讲武德，背后偷袭，抢了我等的功劳，还请陛下明鉴。石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抢2位将军的功劳，连父皇都险些被你骗过，真是将我皇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就该滚回边关，一辈子待在扬州边陲之地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到底有没有冒领功劳啊？回父皇，那无上道人并非寻常的习武者，乃是实打实的修仙者。虽然他二人身怀绝技，武力高强，但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若不是儿臣紧急时刻悍然出手，恐怕凉州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还请陛下明鉴。是啊，陛下，当时妍儿也在场，确实是大皇子击败了无上道人，还逼得建国20万大军撤退。荒谬！依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堂堂十国2位屡立战功的常胜将军，还比不过一个废太子？我看他就是想冒功劳，重新登回太子之位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最清楚不过。石荒，今日我本不想提及此事，可你竟把我说得如此不堪。你当我纳兰雪是好欺负的吗？石荒，你不仅抢了功劳，还侮辱我和纳兰雪将军。今天我就要和你比上一比，亲自拆穿你的谎言。你敢否应战？石荒，你不仅抢了功劳，还敢侮辱我和纳兰雪将军。今天我就要和你比上一比，亲自拆穿你的谎言。你敢应战后？石荒，宇将军向你挑战，你若不应，便是心中有鬼啊！皇儿，朕也想看一看，你到底有何本事，能击杀无上道人，打败建国大军？不如这样，你和宇将军比试比试。大皇子，万万不可！这宇将军和纳兰将军都是我十国大将，武功深不可测，您贸然应战，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无妨，我自有应对之策，仅凭他们是伤不了我。石荒，你迟迟站在那里不说话，是不是怕？如果怕了，就乖乖让出功劳，滚回你的凉州县城，不要在这里给我皇家丢人现眼。石荒，上次本将军只一时大意，才输给了那无上道人。今你若敢堂堂正和打上一场，我定让你生不如死。石荒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奉劝你还是不要逞强，毕竟凭运气不认，靠实力就会失去。谁说本王怕了？我今日不仅要比，还要当着父皇的面和群臣的面比，好让你们输了心服口服。石荒，一个魂不成不就，只会偷奸耍滑、抢占功劳的废物！我的刀剑可不长眼呐，万一一个不小心伤了你，或者是弄死你，也怨不着我。宇将军，你还是跟从前一样，你除了会英狂吠、口出狂言之外，还会干些什么？希望你今天不会像上次那样，像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。皇王，我要让你为今天的言行付出代价。代价就是你再次被我打得像条死狗。
预备。实话，让激怒宇将军死定了！这下太子之位终于是我的了。开始。忍很久了，你去死吧！雕虫小技，不自量力。怎么的？菜叫多厉害！怎么可能？宇将军如此实力，竟败给一个废太子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想不着上次大皇子真的是凭借一己之力击败的无上道人。好险！大皇子竟然真能轻松击败宇将军。皇儿真是好身手啊，连朕都没想到，你居然能在一招之内打败宇将军。看来我十国后继有人了。宇将军，你认不认输？我认输。既然宇将军认输，那就说明皇儿真有实力击杀无上道人，击败建国大军。父皇，且慢。虽宇将军已认输，但是不代表纳兰将军也认输了。除非大皇兄能连同纳兰雪将军一起战胜，否则儿臣不服，群臣不服。是啊，这怎么服啊？石皇，你别以为战胜了我，你就可以独揽功劳、抢占便宜。我告诉你，纳兰雪将军可还在这儿呢。你们还讲不讲理了？纳兰雪将军的实力在我十国屈指可数，你们让他和大皇子对决，居心何在？我看你们就是诚心为难大皇子。大皇子，你已经赢了，无需再和他们比第二局啊。皇儿，三皇子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只是为父也不想为难你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打不过纳兰雪将军，就可以不接受这局比赛。只是功劳嘛，纳兰雪占大头，你占小头，如何？若是我不接下这第二场比试，恐怕在父王心中的地位已落前掌。到时候别说是重夺太子之位，哪怕就是在这宫中多待几日都是困难。父皇，儿臣愿意接下这第二场比试。不仅如此，儿臣还愿意让纳兰雪一招。但是儿臣有一个条件，如果纳兰雪这一招能伤到儿臣，那儿臣甘愿让你功劳，并且反复2周，此生绝不再踏入上京半步。可若反之，儿臣希望父皇可以让我重回东宫，留在您的身边，给您养老。师父，你分明是想借这次机会重登太子之位，还重回东宫。我看你是重回西宫还差不多。父皇，你绝不能答应他。大皇子这次的赌注实在是太大了。不过，若是大皇子真的能战胜纳兰雪，那他可是帮着抢他们太子之位。皇儿，你如果真能战胜纳兰雪将军，父皇答应你，让你重回东宫，留在朕的身边。父皇，您糊涂了！始皇他以前犯下那么大的错误，有何脸面待在皇宫，待在东宫，待在您的身边？住嘴！朕还没老到需要你教我做事。若皇儿真是独自一人击退20万建国大军，又能战胜我十国第一女将军纳兰雪，别说是让她留在东宫，留在朕的身边了，哪怕是让她重回太子之位，朕也愿意。父皇，朕意已决，休要多言。石荒，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究竟使用了什么法子，竟有如此转变。不过你放心，在我这里，你休想讨得半点好处。哼，以前的你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的你高攀不起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我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接上你一招，你也伤不到我一根汗。好了，开始吧。蜉蝣不知朝暮，昭君不知惠顺，惠姑不知春秋。石荒，今天我就让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大皇子，你这是疯了吗？这样你会没命的，快睁开眼啊！哼，石荒，你当真是自寻死路？和纳兰雪将军这种级别的人物对决，你竟还敢闭上眼睛接他一招？今天你就等着被收尸吧！唉。怎么会这样？
这不可能！大皇子这也太逆天了吧！本以为他只会使用法术，没想到就连剑术都如此高超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！在我心中如同女神般的纳兰雪将军，竟然输给了一个废太子！这，皇儿，你刚才真是吓皇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输了，没想到你剑法竟如此精湛，汤真是了得。父皇今天真是开眼了。父皇见笑了，都是一些雕虫小技罢了，只能对付一些普通人。纳兰雪，剑毁，已无再战之力，认输吧。是我技不如人，我认输。好，大皇子的功劳已再无异议。朕宣布，从即日起，大皇子与王妃重回东宫，退朝。殿下，您果然厉害，不仅轻松化解了三皇子的刁难，更是顺利重回东宫。这下重登太子之位，可算是有希望了。现在还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。虽说这入左东宫算是半只脚踏入太子之位，可眼下三皇子还有皇贵妃撑腰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咱们必须要小心行事才行。大皇子言之有理。那么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当然是拉拢纳兰雪和羽将军。此二人虽然对我嫌我钱有所不满，但实力终究是有的。如果有了他们的帮助，我重登太子之位，才能多一份保障。废物！我让你驱虎吞狼，你不仅没成功，反倒让大皇子重回东宫。你知道是意味是什么吗？母妃大人，这怪不得孩儿啊！谁知道那羽将军和纳兰雪竟如此不济，孩儿尽力了。你尽的什么力？你除了会找借口，还会干什么？大皇子重回东宫，如再不加以制止，不日他便能再夺太子之位，重掌大权。届时，他新账旧账一起算，你我都别想好过。那怎么办？母妃，你快出出主意吧，儿臣全都听你的。赵丞相这几天因儿子赵傲天被石荒所杀，抱恙在家。你今晚速速去找他，向他阐明朝中局势，让赵丞相必定会为了给儿子复仇，和咱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届时咱们借他之手，一起铲除石荒，夺得太子之位。真是气煞我也！今天你我二人竟都败给那废太子石荒，真是丢人！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不过想来也是，这大皇子的变化未免太大了些。他真的还是以前那个无事生事、只懂得花天酒地的废太子石荒吗？来说非者便是是非人，羽将军、纳兰雪。石荒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石荒，这里是纳兰雪将军府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识相的就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休怪我刀剑无眼。羽将军，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和本王说话的？是本王今天那一掌没把你打服吗？放肆！你敢羞辱我！石荒，你要是过来羞辱我的，还是请回吧。我纳兰雪没有功夫和你这样的人磨嘴皮。谁说本王是来羞辱你们的？本王今天是来谈合作的。什么意思？本王此次重回上京，势单力薄，重夺太子之位，势必阻力重重。若能得你二人相助，想必事半功倍。只要你二人愿助我重夺太子之位，我石荒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必以天下为己任，不料万民于水火之中，此生却不负此言。丞相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老夫不是说过，这几天要为儿子赵傲天守灵，谁都不见吗？你让他哪里回来哪里去。可是大人，此人身份很特殊，他是当今三皇子，而且他还说有办法能替你报丧子之仇，请您务必见他一面，让他到书房见我。是大人。赵丞相，
信来可好啊？老夫儿子都死，你问我信来可好？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赵丞相息怒，我这不也是关心您吗？刚才府上管家刘少说，城外流民聚集，恐生事端。你有办法能替老夫报桑梓之仇？丞相大人别急，我确实有办法可以替你报桑梓之仇。不过在此前，我想问您一事：您可知大皇子石荒？废话，老夫当然知道，就是他害得老夫晚年丧子。我现在恨不得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只要赵丞相你够助我顺利登上太子之位，我便能替你铲除废太子石荒，报你丧子之痛。您看如何？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免礼平身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陛下，立储乃国之根本，如今二皇子失踪，下落不明，朝中各方势力暗流涌动，臣建议应当早日重新立储，稳固江山社稷，以求太平。那依赵丞相之意，立谁为皇储最好？陛下，臣以为三皇子从小饱读诗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为人温文尔雅，是立为皇储的不二人选。陛下，臣认为立大皇子为皇储最好。蓝轩，历朝历代因废长立幼而亡国者不计其数，证明其有能力接手江山社稷，守护我十国子民安危。还请陛下立大皇子为皇储。这纳兰雪果然是和大皇子一伙的，怪不得先前向着大皇子说话。大皇子边关立功不假，但顶多也就是将功赎罪。除去这一项外，儿臣哪方便面不比他强？陛下，臣以为三皇子言之有理。方才纳兰雪将军说立长不立幼，可据臣所知，这历朝立幼而开创方盛世的也不在其数。为什么我十国的三皇子就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？是三皇子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不知道，但一个大门不迈二门不出，整日锁在皇宫别院，哪儿都没去之人，岂会看得见百姓之苦，听得见百姓之声？石荒，你说什么？真以为自己去了一趟凉州城就高人一等了是吧？切，说我纸上夸其谈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高没高人一等我不知道，但总比一个靠女人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强。石荒，好了，既然双方争执不下，那就还按照祖上的老规矩，你们二人比试一场，定胜负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废太子明白，谁才是十国的未来。我正有此意。这第一场的比试由朕决定。大皇子已看到了，如果比武的话，恐怕有失公允。不如这样好了，这第一场就比2公里赛跑，凡是在指定时间第一个达到终点者取胜。你们看如何？臣等无异。石荒，我自幼每天晨跑2公里，期间从未间断，在这十国境内还没人是我的对手。和我比跑步，你今天必败无疑。识相的就乖乖认输，免到时候输了丢人现眼。不错，多年来三皇子可以说是练就了一双飞毛腿。2公里的路，他不足5分钟便能跑完，和他比跑步无异。不比一下怎么样？这第一场比试，要输的人应该是你三皇子才对。狂妄！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受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今天我就让你输在土地。预备，开始。荒儿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怎么还不快开始？大皇子，这都被三皇子抢占了先机，等一下就要输了，赶快开始吧。你磨磨唧唧，到底在干什么？难不成
真的想认输？哈哈哈！大皇子这是明知比不过，干脆放弃摆烂了吧？我就说，比腿上功法他不行。你急什么？我就是让他4分钟，又如何？大皇子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我看你呀，就等着输下这第1场比赛吧。三皇子这速度和步伐，即使一般的马车都不一定追赶得上。如今距离终点只不过100步之远，我看你呀，还是赶紧老老实实认输，不要浪费群臣时间。皇儿，你还是认输吧。为父也觉得你赢不了了。是吗？好快！哈哈哈！没想到皇儿竟然能踏空而行。三皇子，我在终点等你。这怎么可能？大皇子赢了！大皇子殿下果然恐怖如斯。我纳兰雪没选错人。父皇，他耍赖，他怎么能用飞？这比赛的规则没说不能用飞啊，况且我只是跳得远，每一步的跨度大罢了。石荒，你行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何必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丢了皇家的脸面？朕宣布，这第1场比试，大皇子石荒胜。恭喜大皇子殿下，旗开得胜，拿下首场比赛的胜利。石荒，真没想到你竟能出其不意取得胜利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侥幸罢了，不值一提。石荒，你是少得意，这第1场比试你赢了，第2场呢？父皇，这第2场儿臣要和大王子比试诗词歌赋，还请父皇答应。和大皇子比试诗词歌赋，这石荒，你可愿意？大皇子万不可答应和三皇子比诗词歌赋。这三皇子自幼饱读诗书，又被大诗人石太白亲自教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可以说是其亲传弟子。和他比试这个，咱们必输无疑。石荒，你虽在武上面有所成就，可在文方面拉下的可不是一丁半点儿。这比试诗词歌赋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石荒，你到底敢不敢比啊？不敢比的话，就当着父皇的面说出来，让满朝文武大臣看看，竟我是一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匹夫。大皇子能坐上我10国储君之位的人，必定是文武双全。你要是觉自己不行的话，哼，我看你还是趁早放弃储君之争吧。谁说我不敢比的？我不仅要比，还要让三皇子输得体无完肤！狂妄！石荒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要明白，我自幼在上书房读书，是大诗人石太白的亲传弟子。今天和我比诗词歌赋，你死定了！大皇子，你疯了吗？怎么真答应和他比试诗词歌赋？石荒，我本以为你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，可如今却如此豁达，当真令人失望。两位不要急，本王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不会接下这场比试。你们不信的话，看着就好了。前世的我修仙千余载，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早就铭记于心，和我比这个玩不死。去，死到临头还在口出狂言，今天我就让你输得一败涂地，身无完肤。近日我军大败建国，朕心中很是欣慰。你二人就以此为题，各作诗一首吧。今天让你这个木木的废物，我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好啊，我倒还真想见识见识你这个自诩石太白亲传弟子，水不到的。老夫都想亲眼看着你打这个废太史的脸。刚才第一场是大皇子勾肩上花赢得了。这2场你可得挽回一点颜面啊！为间半个时辰，
朕宣布，比赛开始。大皇子，你怎么还不开始写啊？这时间都已经过去一大半了。拾荒，你的笔墨功夫本就比三皇子差，为何都到了此时还不动手？不急，我让他先写。哼，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。待会儿啊，看你怎么收场。父皇，儿臣写完了。边关起苍茫，铁马金戈战沙场。边关烽火连天起，壮士豪情永不忘。千里苍茫和铁马金戈展现了边关的辽阔和战争的激烈。烽火连天和壮士豪情永忘会展现了边关战争的激烈，壮士们屈服挠的精神。妙啊！是啊，像这么一首诗词，换做平常人，恐怕就是一辈子都很难写出吧。拾荒，这时间只剩下不到1字钟了。大皇子，这场比试已经没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了。你还是趁早认输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什么狗屁不通的诗词！丢人！放肆！你说什么？我作诗1字钟不要，7步足矣。拾荒，我就知道你是吹牛。现在你已经走了6步，你输了。是吗？是吗？梦回吹角天庭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公如霹雳前惊，赢得胜前胜后名。好诗，好诗啊！竟真的能7步写出一首诗来。拾荒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一点本事。是我小看你了。大皇子的这首词，不仅写出了抗建军队的真侯气概，以自己的杀敌报国、收复失地的理想。前9句为一意，末1句另为一意。正为加重末1句的失望之情，这种艺术手法真是……好诗，的确是好诗。一般般罢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才疏学浅、学都没上过几天的废太子，抄的，一定是抄的。对，你也抄一个给王看看。宋朝，宋朝是什么朝？那是本王在梦里梦见的朝。梦里。行了，我也懒得和你废话，你就说认不认输吧。我认输。这最后一场比试，你2人就比谁射杀的建国士兵多吧。拾荒，别说三皇子欺负你，他的剑法勇冠3军，无人能敌。就连我十国最出色的弓箭手后羿，都曾败于他的手上。听见了没有？这场射箭比赛可是实打实的，你别想像前2场那样偷奸耍滑了。哼哼，这是输是赢，总得比了才知道。你又怎知本王一定会输给你呢？好，那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闲无虚发，百步失忆。预备，开始！
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还不开始啊？石荒，他都已经射中3名俘虏了，你再不开始行动，那就输定了。赶紧拉弓射箭吧！我看呐，这大皇子是根本不会射箭。赵丞相，你急什么？我让他又如何？狂妄！再射中3人，我就赢定了。看你拿什么反击！什么？大皇子殿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全都射歪了？大皇子这是什么状况？以你的能力，不可能出现这种偏差。吓我一跳！弄了那么大的阵仗，你竟然一个人都没射中。刚才我还以为你真能一箭3发呢。大皇子，你这射箭技术未免太差强人意了吧？依我意，还是不要逞强，直接放弃得了。皇儿，刚才为父看你这拉弓射箭的架势，断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偏差。你为何只射绳索，而不射人？回父皇，儿臣于心不忍。他们虽是建国之人，但均已俘虏投降。若孩儿只是为了跟3皇子比拼输赢而将他们射杀的话，那与建国之人又有何异？没想到大皇子竟如此仁爱，我果然没看错时荒。可笑，输了就是输了，竟还给自己找借口。你当父皇是傻子，还是当我是傻子？一群俘虏而已，有什么好惋惜的？你身为我十国的皇子，就应该替我十国考虑，替我十国分忧。刚才那番话若不是看在你我十国皇子的份上，老夫甚至怀疑你是建国派来的细作。父皇，胜负已定，还请您宣布结果吧。朕宣布，这第3场比试，大皇子胜出。恭喜大皇子兵不血刃的拿下这第3场比试。石荒，你果真有勇有谋，我纳兰雪没看错你。父皇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儿臣射中了3名建国俘虏，他一箭未中，怎么会是他赢呢？陛下，你可千万不要被大皇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。他那分明为自己的失败想出来的借口罢了。这第3场比试，朕从一开始，朕就从未说过谁射杀的多，谁就会赢。朕只是想考验一下大皇子和3皇子的仁慈之心罢了。但结果却只有大皇子让我满意。皇儿，这第3场比试你应对的不错，为父很满意。太子之位是你的了，今天起由你负责监国，处理朝政大事。谢父皇，儿臣定将牢记使命，绝不辜负父皇所托。父皇，你这分明是偏心！这3场比试分明是我赢了才对，为什么要将太子之位给大皇子？住嘴！难道是朕刚才的话说的不够明白吗？你看看你争强好胜，杀戮之心如此之重。若是将来让你继承大统，我十国只亡得更快些。你要明白，望战必危，好战必亡。父皇，好了，朕意已决，休要多言。恭喜大皇子殿下顺利夺得太子之位，这下我十国的万民有福了。这才哪到？登上太子之位只是我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就该夺权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朝廷和宫中的各方势力早已经被3皇子和皇贵妃渗透。那殿下打算怎么做的？我已派纳兰雪调查皇宫内外的大小一切事务，想必明天就会有重要的消息送回。届时咱们再开始行动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也该休息了。烂泥扶不上墙，这么简单的3场比试，你输给了废太子。
现在可好，他重夺太子之位，还负责监国处置朝大事。你我的死期已经不远了。母妃大人，这真怪不得儿臣啊！都是那石荒偷奸耍滑，不讲武德，这才夺得了太子之位。真要真刀真枪的干，他绝对不是儿臣的对手。不过母妃大人您放心，现在朝中各个重要位置都被咱们的人把控着，他石荒不过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假太子罢了，掀不起什么风雨。话虽如此，但你没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我就担心他接下来开始夺权了。放心吧，母亲大人，现在赵丞相加入了咱们的阵营，他手上可掌握着不少兵马和资源。若那个废物真敢夺权，咱们就……殿下，这是您托我调查的东西。好，相口了。司礼监好大的胆子！本宫现在负责监国处理朝政大事，他不将奏折送到东宫，反倒是给三皇子送过去了。走，去看看。三皇子，这是奴才今天整理来的重要奏折，请您过目。有劳公公了。只是这如今太子之位在大皇子石荒坐着，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将奏折送过来，难道不怕他找你麻烦？您别开玩笑了。论才们看来，您才是最好的培育。您瞧，又得赵监相支持，他石荒若不是偷奸滑，能赢家比试，夺得太子之位，在奴才心目中啊，您才是真正的太子。算你老小子识相，等你的，谢三皇子殿下。哦不，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到。三皇子，本宫现在乃是太子，见到本宫为何还不行礼？臣弟见过太子殿下。奴才见过太子殿下。安好东，你个狗奴才，好大的胆，竟敢私自将奏折交给三皇子查阅，你可知罪？奴才何罪之有？奴才乃陛下亲封，皇贵妃娘娘手稿，赵丞相信任的司礼监执笔太监。而此事更是由皇贵妃娘娘下的命令。太子殿下若是有疑问，大可去找皇贵妃娘娘去。放肆！本宫昨日被父皇亲命监国太子，你个小小的司礼监执笔太监，竟在本宫面前摆架子，活腻了！极狠！你什么你？本宫踹你一脚你还不服？信本宫一剑杀了你！你虽贵为监国太子，但也不能这般无故打杀奴才。若是奴才真有个什么闪失，皇贵妃娘娘一定拿你是问。好大的胆，竟敢拿皇贵妃压我！你已有取死之道。纳兰雪，宝剑借本宫一用。你只是皇家的一条狗而已，真的以为自己会有人在乎吗？三皇子救我呀！太子殿下，你不要太猖狂了！此人就算是我皇家的一条狗，也不是你能说打就打、说杀就杀的。信不信我将此事禀报给父皇，让他废了你这太子之位？三皇子，你的事儿本宫还没算呢，竟还有脸帮着他说话？我朝律令，凡无陛下手谕，皇子擅观奏折，可与谋逆之罪论处。三皇子，原来你这是准备谋逆啊！我没有谋逆，都是他逼着我看的。你家主子弃车保帅，你怎么办呢？太子殿下，奴才错了。晚了，狗太子，皇贵妃娘娘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石荒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你打我！打你只是最轻的警告，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别碰。你若胆敢再僭越一步，本宫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太子殿下如此嚣张，打了臣弟，又杀了父皇亲命的执笔太监，就不怕皇贵妃和赵丞相借题发挥，找你算账吗？本宫本以为刚才那一巴掌会让你长长记性，
看来是本宫错了。来人，三皇子擅官奏章，杖责30，立即执行。你无权处刑我，我要见陛下，见皇妃娘娘。殿下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毕竟是三皇子。怕什么？出了事本宫担着。住手！母妃大人，你可得为儿臣做主啊！这个狗太子他刚刚准备活生生将儿臣打死。大胆！时荒刚登上太子之位，就如此这般对待手足吗？你眼中还有陛下，还有我这个皇贵妃吗？本宫乃是陛下钦定监国太子，可他竟敢私阅奏章，行僭越大逆不道的之事。本宫没杀他，都已经是看在陛下的面子上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打他30杖都是轻的了。放肆！当真以为坐上了太子之位就没人能压得了你了吗？我可是皇贵妃。太祖有令，后宫不得干政。你身为皇贵妃，该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？时荒你，请呼本宫为太子殿下。来人呐，你将三皇子拖出门外，停杖30。父皇，救我！我没有罪。太子，你真是无法无天。无法无天的应该是你才对。你个贱人，设计勾引本宫，本宫要一笔一笔的算。叶儿，你受苦了，快把这碗药喝了吧。母妃大人，你可一定得为儿臣做主啊！看我这屁股，哎呦！皇贵妃娘娘，赵丞相来了。老臣见过皇贵妃娘娘，三皇子。哟，皇贵妃娘娘，三皇子这是怎么了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那个时荒干的好事。老臣的儿子就是死在他手中，没想到他竟然敢如此对待三皇子。如今他夺得太子之位，势头正足，你可有什么办法制止他的气焰？老臣倒是有一计，不仅能制止狗太子他那嚣张气焰，还能将他从太子之位上拉下来。赵丞相，快说！赵相，快说！哎呦！赵丞相，请讲。如今北疆一带大旱，国库空虚，现正是要用银子的时候，咱们大可借此为难狗太子，让他1分钱也别想国库中拿出。到时候他解决不了灾情，咱们就借此向陛下进言弹劾，让陛下废了他的太子之位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殿下，这是司礼监送来的奏折，请您过目。有劳纳兰雪将军了。北疆行省布政使奏称，北疆遭遇100年难得一遇的旱灾，急需朝廷赈灾。不接，是干什么吃的？如此灾情竟拖到现在，去把户部尚书沈万叫来，本宫要亲自问话。臣沈万参见太子殿下。沈万，你见到本宫为何不跪？太子殿下，我朝律令，臣子只有见到天子、皇后、太后才能下跪，对太子只需要行拱手之礼即可。放肆！你敢这么和太子殿下说话？有何不敢？北疆一带遭遇100年难得一遇的旱灾，灾情蔓延千里。身为监国太子，一点作为都没有。对于你这样的废太子，我为何要敬重？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当面羞辱太子殿下！来人呐，将此人拖下去，重杖，重罚100。哼，重杖1000、10000又如何？本骨虽是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本官自己会走。看此人驾驶颇有几分骨气，倒也不像是三皇子的鹰犬。慢着，沈万，你说的这大灾之情，本宫也是刚有所耳闻，但这灾情都已经蔓延1个多赈灾，你灾情都以何不赈灾？不是臣不爱，而是这南虚根本就没有多少银子了，也全有上一些和皇贵人不愿意出钱，这是要做丞相的和皇贵妃的人把控着，根本不愿意出钱。这样吧，本宫有一计，只要你照着做，定能暂解北疆灾情，救灾民于水火之中。太子殿下，快讲！大灾之下，北疆一带现在缺的是粮食米铺，
本宫要你立即抬高北疆粮价10倍，灾之下。殿下万万不可！抬高粮价固然会吸引周围商家前来，可百姓哪儿买得起这么贵的粮啊？你这么做无异于是将他们逼上死路，逼他们造反。您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怎能抬高10倍粮价？妾身也觉得不妥，咱们还是想个其他法子吧。本宫这么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为了让北疆一带的百姓买得起米，有饭吃。殿下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抬高10倍粮价，百姓怎么可能还买得起米？我看你就是在异想天开，胡说八道罢了。任万，本宫拿自己的这颗脑袋担保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这北疆的粮价准会降下来，百姓准会有饭吃。空口无凭，万一陛下追责下来，不还是由我们户部担着？我要你立下字据。好。殿下，哼，这可是你亲自立下的字据。你糊涂了吗？竟然真的抬高10倍粮价！要不然妾身现在就追过去，将字据要回，取消抬高粮价。不必，本宫说过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北疆的百姓。况且，我已经拿自己项上人头做了担保，出了事我自己担着，不会牵连到你们，你们大可放心。可是，纳兰雪，着本宫手谕，等户部将北疆价抬消息放出，以战事吃紧、灾地成瘟疫为由，另外想法感谢本宫。我就信你一次，出了差池，你就以死谢罪吧。母妃，喜讯，喜讯，天大的喜讯！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屁股上的伤还没好呢。母妃，今天太子那蠢货找户部兴师问罪，结果户堵灾，没钱治灾，他就北疆10倍粮价。这下可好，他完蛋了！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签下的军令状字据我都看见了。这下石荒他死定了。好，石荒，我知道你会犯错，但没想到你会犯这么大的错。叶儿，你明天立即和赵丞相在朝堂之上将此事奏明陛下，让陛下治他的死罪。是，母妃大人。和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太子殿下，一切都办妥了。另外，北疆一带的富商代表求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草民叩见太子殿下。起来吧。太子殿下，这是草民们凑集的一点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这是何意？殿下，这是我等为感谢您抬高北疆一带粮价的报酬，您就收下吧，这样我们才能安心。是啊，这下我们恐怕要挣得盆满钵满，若没有您，我们哪有这机会？那本宫就却之不恭了。这么多，足足有100万两之多。行，你们的心意我收下了，没什么事儿，都先下去吧。草民告退。用不了多久，北疆的粮食就大降价。纳兰雪，你拿着这些银票，火速赶往北疆一带，等粮价血降之时，大量收购，然后发放给灾民。是。父王万岁万岁万岁！众爱卿免礼平身，谢殿下。诸位爱卿，今日可有事要奏？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准奏。父皇，
儿臣要弹奏太子石荒。昨日北疆大灾，户部告急，石荒身为监国太子，不仅无去救灾，反而抬高北疆10倍粮价，导致北疆一带民不聊生，雪上加霜。还请父皇立即将大皇子太子之位废除，然后凌迟处死，以平民怨。朕要你如实交代。回父皇，确有此事。陛下，既然太子都已经承认了，那这件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还请陛下立即废除石荒太子之位，然后从重发落，以儆效尤。太子，你真是太让父皇失望了！来人，慢着，陛下，儿臣之所以抬高北疆一带的粮价，是为了让北疆的粮价降下来，让北疆的百姓有粮吃。笑话！抬高北疆10倍粮价，竟有脸说自己是为了让北疆的粮食降下来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将我等当傻子，置北疆百姓于不顾。父皇，快下令严处太子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公道。臣附议。请陛下严惩太子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公道。一个公道。启禀陛下，城外大批灾民已涌入宫外，他们扛着牌匾，牵着牛羊，手持刀叉，声势滔天，指名道姓要找太子殿下。皇儿，你闯下大祸了！这下连父皇都保不了你了。你还有什么脸继续站在这里？现在城外灾民都已经涌入宫外了，还不快以死谢罪！太子，你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仗着自己打了一场小小的胜仗，竟敢在朝堂上班门弄斧！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五瓦分尸！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来造反，而不是来感谢本？感谢他们杀了你来不及！这个时候你还在这里自欺欺人，识相了就赶紧自刎吧，这样你也能死得体面一点。陛下，儿臣请与诸位王公大臣一同出宫。若他们真是要举兵造反，杀孩儿谢问，孩儿愿意当场自刎，以死谢罪。父皇千万别听他的，他这是准备假借出宫为由，趁机逃跑，将烂摊子甩给咱们。皇儿，为父就训你这么一次。走，众人随朕移驾宫外。父皇，你们难道宫外的那些百姓真是来感谢他的？三皇子不必担忧，这大王子不善朝政，闯下了如此大的祸，百姓定是来找他兴师问罪的。奏谢丞相提点。石荒，应在我老年丧子，我要你五马分尸，死无全尸。殿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好了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石荒，还不快当着百姓的面磕头认错？或许他们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各位北疆的百姓，此人就是太子石荒，就是他抬高北疆10倍粮价，你们千万不能放过这个祸国殃民的废物，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剐。石荒，你死定了！看见没？百姓们都气得双手发抖，马上就要将你生吞活剥了！太子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爱民如子，吾等感激不尽。这是我等送的万民伞，请太子殿下收下。放松他！你们怎么能对一个废太子戴德？送他万民伞，是他让你们北疆一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啊！污蔑太子，还敢打翻我们送给他的万民伞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一个贱民，放着一个废太子不打，竟敢打我！我看你找死！还敢污蔑太子殿下，我打的就是你！
皇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父都快糊涂了！你们这帮刁民贱民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这可是当朝三皇子，他刚才在纵使骂了太子，可他也是为了给你们出头，你们怎能如此对他？哼！太子抬高你北疆10倍粮价，让你们北疆民不聊生，尸横遍野。你们这群刁民不仅对他感恩戴德，送万民伞，还殴打忠心爱国的三皇子。我看你们的脑子是进水了，是让驴给踢了。放肆！要不是太子殿下抬高我们北疆一带的粮价，商人也不会集体来我们北疆，最后导致供大约求，集体大降价。没错，太子更是派遣纳兰雪将军大量购置降价米，发放救灾。没有太子殿下，我等现在早就成了累累白骨，横扫街头和荒野了。这样的人，难道不值得我们感谢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废太子是如何运筹帷幄做到这些的？怎么会这样？皇儿，做得好啊！想到你竟能在户部没出分钱的情况下，救济了北疆的百姓。父皇果然没有看错你，这10国的江山，父皇以后可以放心的交给你了。父皇谬赞，只是一些雕虫小技罢了。太子只是略施小计就解决了北疆灾情，不像某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整天只会盯着太子之位勾心斗角、打小报告。从今天起，太子执掌6部。恭喜太子殿下执掌6部，夺得大权。太子殿下果然高明，用抬高粮价来换低粮价，再用富商们送来的钱财购买他们的降价米，发放给灾民。纳兰雪佩服至极。现在三皇子败局已定，再也起不起什么风浪。至于皇贵妃那边的事，我们之后再跟她谈。对了，纳兰雪，最近边关可有什么消息？回太子殿下，建国自那次大败后，气焰不减，依旧蠢蠢欲动，等待时机。还真是大胆！看来这建国还是没被打怕。他们若是再敢侵犯我10国1寸土，我便灭他一座城。纳兰雪，你即刻与将军前去边关，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若是有什么消息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母妃，赵丞相，如今6部大权已被太子夺得，全都开始安插他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总不能待在这儿，等着被他一一收拾吧？还不是因为你不争气，输了这太子之位，不然我们为何如此被动呢？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现在只能是殊死一搏了。皇贵妃，老臣最后还有一计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丞相，但讲无妨，我们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尊臣觉得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逼宫夺权。逼宫？没错。十皇武艺高强，还有纳兰雪和宇将军帮他，逼宫夺权，不可能。非也。难道皇贵妃忘了边关的建国大军了吗？赵丞相的意思是，老臣和建国的将领是老相识，咱们可以让他们逼近边关，然后假借边关告急，让太子和纳兰雪和宇将军出关外报，然后再里应外合，逼陛下颁退位诏书传位三王子。这未免也太冒险了吧？好，就这么干。皇贵妃，你看这今年的花开得真不错，明年再在这里种上一些，想必又一番景色。陛下所言极是。报！陛下，建国大军来犯，边关告急，快要守不住了。放肆！他们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太子
你现在监国可以注意。陛下，建国国师无上道友已死，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将帅，儿臣以为派遣宇将军前去即可。不可！父皇，儿臣武为应将纳兰雪将军一同派去，这样才更为稳妥。陛下，臣和三皇子燕相同，这建国大军虽缺少实力干将，但是总归还是有的，万万不可能轻敌，最好连同大皇子一同派去应敌最好。赵丞相，太子身为一国储君，万一在战场上出了差池，你们谁负责得起？你这么说可就有失公允。石荒身为一国储君，身实力高超，派去降敌理所应当。难不成要让我们去降敌？好了，都别吵了，现在太子监国，一切由他决定。这个时候将我斥出边关，肯定另有所图。不过也好，我就借此机会将你们一网打尽。父皇，儿臣觉得三皇子和赵丞相所言极是，不如就由儿臣和纳兰雪以及宇将军前往边关降敌吧。为父果然没有选错人，我石国这样的太子真是三生有幸。好，那就按太子所言吧。记住，一定要记住安全，切不可托大，让自己陷入囫囵之中。是，父皇。这是特命御膳房熬制的滋补汤药，您快喝些吧，对身体好。皇贵妃真是有心了。陛下，臣妾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。爱妃但说无妨。请陛下废除大皇子太子之位，立三皇子为太子。放肆！皇贵妃，你难道不知道后宫不得干政吗？再者，大皇子的功劳，哪怕是让朕现在位给他，都不足为过。你有岂敢让我废了他，去立三皇子为储君？这件事当真没得商量的余地了吗？当真没有。不想惹朕生气，就赶紧出去吧。朕可以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。朕的头怎么这么晕？那是因为臣妾在汤药里毒啊！说什么？哼！三皇子、赵丞相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父皇，儿臣来看您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臣拟好的退位禅让诏书，请您找出传国玉玺，在上面盖章，传位于三皇子吧。放肆！你们三个好大的胆！朕还没死，你们想篡位？放肆！你们三个好大的胆！朕还没死，你们竟想篡位！陛下，您这是误会我等了。我等这也是为了我石国的江山社稷着想。那石荒不学无术，胸无点墨，偷奸耍滑，用计淫求夺了太子之位。我们可不想亲眼看见这石国的江山葬送在他的手中。父皇，您就放心好了，儿臣一定将这石国的江山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陛下，若是您答应在现在可以将解给你，若是不答应，那就休怪我等无情。你们好大的胆！来人呐，将这几个逆匪给朕拉下！您是不是糊涂了？要严雪还要宇君，不是已经派去关降敌了吗？父皇，这皇宫现在都是儿臣的人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可能有人救得了你了。不可能，对，不可能！皇宫内外都是朕的亲信，这些大部分都已经被老臣收买，你哪来的亲信？现在你只不过是一个孤家寡人罢了。陛下，赶紧交出传国玉玺吧，我们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你们做梦！今天
今天朕就是死，也绝不可能将传令国玉交出来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可就自己搜了。没想到吧？本宫早就恭候多时了。你没去边关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见你和纳兰雪他们离开了上京。石荒，你怎么会在皇宫？石荒，你个天杀的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本宫会飞，片刻便能返回上京。皇贵妃，你们的诡计已经被太子殿下识破了，还不快乖乖投降？投降？我苦心经营多年，岂会在今天功亏一篑？赵宰相，将你培养出来的宗师级杀手都请出来吧！都进来吧！这些人可都是老夫培养的宗师级杀手，纵使你实力滔天，今天也绝不可能逃脱。老夫要让你为我儿子的死付出代价！来人呐，将他们都给我杀！你们是聋了还是傻了？我让你把他们都给杀了呀！快呀！纳兰雪将军，别逗他们了，你可以展露真容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二人不是已经去了边关，正在和建国大军大战吗？太子殿下在边境俘虏的有建国公主齐木格，齐木格一封书信，他们便全退军了。什么？皇儿，这件事全交给你了。将此三人拿下！想拿下我？你们还不够格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真没想到，我堂堂十国皇贵妃竟然还会武功。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！你真以为就凭你一人，真的能将我拿下吗？大言不惭，你败局已定。今天就让本宫亲自将你伏法！找死！再敢乱动一步，本宫现在就杀了你！哼！真没想到你竟真能破了这心魔结，当真是我小看了你。什么意思？啊！我的头怎么这么疼？视线怎么开始模糊了起来？我不是渡劫失败了吗？怎么又回到了这里？难不成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心魔劫？成帝境的瓶颈已破，我入境仙帝境了！